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耳闻。今天的题目是你在他心境里的样子，也就是说，他是怎么想象你的，你在他心里是什么样子？我们来好奇一下吧。来，这边有3张牌，1、2、3。好，你选一个颜色跟各方面都比较契合你现在的感受的一张。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可能不只讲到你在他心里的样子，还有可能你在他心里的位置重要的。这个题目我知道讲过类似的也好几次了，但是你每一个时间点或不同的机会、不同的心情来听的话，可能能量的转移跟各方面的影响都会有所不同。这就是所谓共识性的一个特征吧。我们就相信它，把自己的正念、信念投入进去，来转换彼此的能量，你跟他的，看能不能造成一些很不错的正念的连接。来吧，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咯。来，现在是选到第一组的朋友，那这牌已经洗完了，那我们就开始抽。现在来抽的是他那边的能量，现在他整个状态是如何？我们来看一下哈。好的，现在是这张牌的话，我觉得还不错，他各方面的情况跟各种，他都是已经在转换中，而且是进入一个全新的状态哈。算是历练过了，算是有一种境界了。就是他可能以前拘泥的事情啊，和各方面，简单来说就是他成长了啦，他成熟了哈，比你所认知的再成熟了一些。不过这些东西都是藏在内心里的，你可能不太能够发觉哈，这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但我们现在从能量上确实是有看到了哈，然后我们再仔细偷偷观察他就好了。来，我们再来看其他对于他的一些诠释的牌哈。等等哈，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他其实内心还是有一些纠结的东西，还在整理了。不过他身体跟他现在所在的环境跟整个气场能力方面，他是确实是已经进阶了。不过他心里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疙瘩，可能之前太过辛苦了哈，所以不过他现在各方面的心境啊，情况是蛮好的，一个全新的，可能是因为整个年度换过来，他可能心境上也是跟随着这整个节气一起变化了。然后他去年还蛮努力的去成长，然后一点一滴的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哈，所以在你眼前现在的他的状态应该是蛮好的哈。来，还算是都可以了。那个牌正面的所谓的整个它本质方面的能量哈，跟各方面本质的牌面上是蛮好的啦。虽然有些情况会觉得说算是往下滑的趋势，可是我在这边没有看到。不知道，我就是没有看到。有些人可能会从牌面上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可其实我就是没有看到，我反而看到的是扶摇直上的一些很好的气势哈。那个风是往山上吹上去的一阵风哈，然后天空各方面确实都是晴朗的，去迎接它这一股能量的上升哈。而且他的人也算是蛮稳定的，整个内在的能力。我不要讲能量哈，我尽量避免讲能量这比较抽象的字，我讲一些他内在的一些能力哈。好像有一种蓄势待发就要展现，他今年可能要很想要展现一下自己已经储存已久的技能、技术跟表现啦。今年他在期待一个很好的表现机会。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你在他心中的样子哈。他把你放在一个很里面的状态。必须说，我在这张牌看到的是，你在他心里算是某一种提示他方向的一个向往。我不知道你们的关系是什么，但是如果你们的关系现在还算不错，或是暧昧或什么朋友都 OK，看你怎么想象他。不过他现在心境里面，你算是
他这段时间时常努力的时候，时常会想到的人。然后我看到的是，在一个夜晚的河边或溪边吧，然后他可能沿着那里走的时候，感受到了，因为夜晚的河川或是水其实是比较凉的，它会带着山上的一些冷风往下吹哈，所以才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山上扎营的登山的时候，不要在河边扎，因为它在清晨时分、夜晚的时候下来的那个冰凉感会非常的伤人，有的时候会让人冻死，就在日夜转换的时间。然后呢，我感受到他在某些时刻有这样子的寂寞感、无助感、冰冷感的时候，他有想到你，然后你是那一个提着灯来迎接他的人。提着灯告诉他说，不要靠着河岸走，小心跌下去，请回上岸一点，我们走上来一点，往上走到一些比较丰沛草原的地方、森林里，或是回到一个度假的避难的小屋哦。有一个庇护所的感觉，你在他心里有一个这样子的画面起来。好，再看2张，看，对啊，他其实把你放在心里一些很平衡的位置哦，然后你的重要性在他心里是慢慢一点一滴稳固的成长哈，不会虚幻的，而且他对你有一些很特别的向往、想象、未来的期待哈，都是一些正能量的、丰沛的、快乐的、多彩多姿的那个方向，而且，如果你们的关系你对他，我想想，因为现在看到这副牌的人有很多啦，可能就是有时候你也搞不清楚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或就是关系上你也搞不清楚他的关系，所以现在讲他在你在他心里的位置，可能会觉得有点太遥远或模糊哈。不过，如果你没搞清楚，没有关系了，但是至少不是陌生人，好吗？至少你这关系不是陌生人，然后你也不要特别去觉得说，明明我也不重要，为什么他会想到我？可是他确实是，现在他确实是有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在别人心中的那个位置，我们是很难捉摸的。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你很重要，可是心底上却完全没有看重你这个人。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自己在一个人心里的重要性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是在夜深人静，一个人孤单、寂寞或是无助，需要人帮忙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些物质的帮忙，或是一些可感官上的帮忙，比如说一通电话或什么。没有，我们要的是自己心里自己支撑自己的那一个直觉力量。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在思索一些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也只有自己能思索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也许你就在那个时候，在他心里浮出来了。他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可能，第一，他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另外一种就是你们关系蛮好的，他一想到你是因为他知道他已经知道你的重要性了嘛，所以他想到你，他觉得如果有你在身边多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可能你们的关系也不太清楚什么的，但他偶尔会想起你，表示你在他的生命里，或是现在这个当下这个环境里，你有一些东西冲击了他，一种。不知道你的存在感突然某天很强烈的在他心里产生了某些暗示哦，打了一个暗号，在他心里就留下了某种痕迹，所以他在我在牌面上看到某一些阴暗的角落的时候，会想到你，但他也不太确定定义你是什么样子，这是另外一种就是可能关系上还不清楚的人的情况，但也不错，至少。这个重要性在这里有出来，所以如果你知道我讲的是谁，然后你心里有那个人，我觉得，如果是关系比较遥远或者比较模糊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拉近一点，就是试看看把这个交集或连接做起来，一点一点的，慢慢的，不要太多。你看这张。画面上写的，这是一个小小正在发芽的一个芽哈，然后我相信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状态的。如果说你是已经还不错关系，不管是暧昧还是已经超越好朋友，
就是更好的朋友，可以谈心的朋友，可以交换秘密的朋友，或是你跟他已经是初步交往的，已经有在确定关系的，这个牌可能就是你们的。就是他在你心里的想象是一个很快乐的、很美满的、很轻松的、很多彩多姿的、能量很多的、颜色很多的、想象很多的。那如果你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可能关系还在开始，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的，可能星座的那个芽正在慢慢的建立起来哈。而且我回头看前面的牌，我发现他这个人的内在的暖意、温暖的暖哈，也逐渐的建立在他的人格里面，他也慢慢的浮现了他的这一面哈。他今年算是正在好好的成长成一个很完整的人，似乎也是可能也接近你的想象了。再来抽一张你们两个关系的情况了，看一下哦。我抽这个牌的时候是把我的想象建立在关系还没有很确定的人身上哈。我看到的一个暗示是，你们两个缺了一些冲动跟主动性哈。现在你们两个中间有一个很远的距离，像是，反正就是有一个很远的距离，像是某种恐惧阻碍在你们两个中间。可是，如果他在他的心里偶然会想到你的话，我觉得，还是回到我刚刚说的可以一点一点的多一点点的接触啦。好，因为这里面我看到的是有一些过度的想象、错误的想象，比较偏离主要轨道的想象，然后让整个关系拉开，拉开了，让你们两个中间的这个距离一点可能的契机都没有。可是这个情况，我看到的是某种疯狂的想象疯狂的想象让你们两个的距离拉得比较远。可是我看到他那边的能量确实有在遥望着你，有在遥望着你，心里偶然的确那个夜晚提着灯的那个明亮感还存在着，因为在这个隐士牌给我的强度太高了。对方有想要跟你有比较踏实的一些接触哦。我说的是就是约出去啊、吃饭啊，或者见你一面这种接触哦。这是对于关系还没有那么明确的人这边所看到的提示。但是对于如果你们关系已经还不错了，已经有确立了，然后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如果来看这一题的人哈，如果你关系已经还不错了，然后相处也很融洽，你再来看这一题的时候，多少保持的某种好奇心吧。但是我想你自己心里会更知道，只是我这边可能可以帮你补齐30%到40%的角度帮你扫描。我目前看到的，如果你们关系是比较好的那一种朋友啊，他对你的热情还算，他对你的感觉还蛮像是一种，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很像是那种冬天里的一杯温水，在他心里很像这个。你不止在寒冷的夜晚，或是深山里河水旁边那种冰凉的清晨的寒风的时候，指引他到比较温暖的小屋。你甚至还会献上一杯热茶，或是热水壶里面的水，当下就给他喝。你在他心里是这种感觉。我再来看一下，我再来建构一下更强烈的基础。的确是。件事的话，而且这里所看到的是，而且他对你的，这是两种都可以讲了，就是说，当你出现在他心里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哈，某一方面是你们两个会有一种互相保护，两个人比较细腻的部分的那个状态有出来。无论你们两个有没有确定这一个想法的交集或重叠，可是彼此都有这个想法出来，就是你们彼此对彼此的好感跟喜欢，都有处在一种我想要保护或珍惜这一个
东西的情愫有在这里面。好，所以他的心境又多了一层，除了一个更不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山上的避难小屋，它更像是更有一些围篱、有花园、有一些警戒警报，不知道就更安全的一个庇护所的概念哈，而且是你能够让他安心着休息、安心着睡着的一个环境。你在他的心境里是一个很安全的感觉，很安全的氛围，好像有你在，就一切危险看似危险，但是只要你们一起，你们就能够面对。不仅有这个很正的能量出现哦，其中有一些平静啊、休息啊，甚至都有一种仪式感的安全感。好，所谓仪式感的安全感，就是说有受到某别种神秘力量保护的这一种想象跟氛围，在这个关系里，就说在他心里的那个心境，那个心里的心境有一些仪式感跟神话感出现，有可能是在他心里的一种特殊想象了哈。我看一下整个上面的能量的流动的话，我能看到的有些重要的能量是互相抵消，然后达到一个调和跟平稳的。所以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心境里的那个环境啊，整个空气、气氛、温，就是这个心境的想法，就是说，他如果想到你的话，他心里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我用一些比较具体的图像思考的东西，影像思考的东西来形容，就是空气是暖暖的，但是湿湿的，然后但是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因为它不会干哈，不会让你皮肤会有一种滋润的感觉，这是你出现在他心里的时候。然后也会有一些微微的风哦，吹来的时候偶尔会凉凉的，偶尔又暖暖的，就是空气，因为空气有充满了一种某种舒服的湿度啦，并不会让你感到干，一种舒服的湿度哈，有比较像是就雨季前有1-2个礼拜是比较温暖的那一种，有阳光，可是却不会下雨的那一段时间的感受。然后他的心境是，他可以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好好的种植自己的小花园啊，或是植物，或是去散步，的这种舒适感，这是你所带来的。你在他心境里是这样子的一个样子看来是还不错。这个，来，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形容。我再翻3张牌来形容一下这整个状态哈。整个看起来是还可以，它这简单来说就是他对你的感受还是处于比较梦幻一点，但他有整个心境上是有趋于希望把这一个感受能够具体呈现在真实生活里，比如说就是真的带你出去玩真的带你去感受一下他所感受的那一份温暖跟自在春天或是夏末秋初的那一种舒适感，他是想要分享给你的，在他某些能量的外溢啦，就是满出来的一些能量流露出来的一个情绪是这样子的确是所以只是因为他现在如果我要硬是要去看一下他内在有些没有那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他整个心境的状态了，我们还没有讲到说他要对你做出什么东西，做出什么行动。不过我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他对于你的一些没有做出来的行动他还是有一些自己心里
情感上面的犹疑，可是这个犹疑是比较像是他本身就没有好好的处理他自己情绪上的感受上的，我觉得他在感受的处理上面的能力是比较差一点。他比较像是他对于情感的东西充满了很多的向往，而这种向往正代表着他对于这些情感的处理是不擅长的，他只能欣赏着，而他自己不是很好控制。所以他对于你的想象里面，他有一份的小小的害怕，是他觉得他所感受的美好，跟他所能创作的美好，可能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正比。好，因为他现在看起来，他算是一个思考蛮缜密的，然后做事情也蛮有规矩，希望扎实，可以实在一点的人。所以他在处理情感的时候，他可能有点忽略了感情不是这样子处理的，但他目前还是用这个方法再去思考排列组合情感这一件事情呢，所以他不拿手，所以他有一点点小小的生疏在这方面，这可能就是这整个你们两个关系上要不要再进一步的可能一些小小的缺点，目前看来这不是什么很大的缺点。好，总之呢，还可以，目前看起来你在他心里的心境的描绘还不错哈。如果你选择一的朋友，你可以无论你们现在关系是在什么阶段啦，我觉得都有可以升华或进一步，或是往前提升10%、20%的机会都有可能的，因为他心里想象的你算是一种他已经接受的温暖哈，他也愿意付出或是保护的某一种温暖的一种质量跟一种成分。好的，希望你有听到我所说的内容跟描述，希望你能理解。就这样子选到一的朋友，接下来是选到第二的朋友哈。然后呢，我们今天就因为牌已经洗完了，就直接连续抽一下我们现在要看的能量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整个能量的情况哈。哦，好。目前看起来他是处于一个分身乏术的状态，他现在有很多很烦恼的事情，跟很需要专心的一些事情哦。不过也还好，这个能量是正的，它不是一种毁坏性的能量哈，它正在往向上行的一个好能量，只是现在也实在太繁忙了。不过那个整个方向感是对的。然后再看一下，再描述多一点。哦。其实的确这个一样啦，就是在说他现在真的很忙碌。不过他现在在忙碌的当下，他其实也有蛮多收获的，不管是物质、金钱或成就感、事业各方面都收获还满满的。我想他现在的心境状态应该也是还不错。来，我看一下你知道他现在心境的第一张牌是什么样子？就讲很白话啦哈。你在他心里像是捡到了一个宝，好，捡到了一个宝，然后他对你的情绪算是蛮澎湃的，你在他心里的怎么说？我现在只能说你在他心里很像漂浮在一个海浪上面的一个宝箱，一个藏宝箱，常常就在那边，他想过去摸。想要过去捡，可是浪一直推过来，推过去，他必须要很努力的游泳，他才可以抓到你这一个宝箱。这是我目前看到的东西。但是他也知道他自己的游泳能力很好，他能够游到摸到你。可是他好像乐在其中，乐在这个玩乐的其中。他其实可以奋力的就去摸到你，可是他又喜欢在你旁边游泳，然后在这一个挣扎里，在这个海浪里载浮载沉。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得到你，他知道他可以接近你，这是我现在描述的是他心境的感觉哦，所以他很像海洋的生物在里面玩耍，所以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这里我所看到的水的能量的流动是非常平稳的，非常有控制性的，不是乱撒的，是在一个规律里面的。再看一下你在他心境的各种描述，他对你的好奇心很大，然后他觉得自己在他的心境里，他觉得你是他迎来的宝物，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关系是怎样哦，我只能说，在他心里有某种想象是，他有把握就是说你在他心里是有很好的位置，然后他有把握可以好好保护你，而且他心里有在珍惜你，而且你是他，反正你是他心里的宝物了。然后他觉得他在内心里跟很多人竞争之后才拥有你或是拥有你在他心里的这一个重要的位置。他有很多假想敌，但他都赢了，在他心底，他的想象力他都赢了。不过呢，他心里有一些小小的惧怕，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像一个遥远的宝箱，他一直没有去触碰。他其实他心里有一个自我设限，是他其实没那么了解你，他觉得你有点有些东西太高深、太深了、太深沉了，他不是很了解你，因为他可能是一个比较，他已经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丰富的人了。他已经觉得他自己想象世界或是各方面，他已经觉得很丰富了。可是遇到你，他反而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打开的宝箱嘛，所以里面有一些更丰富的东西，他还没见识过。他已经见识过的东西，对他来讲，他觉得哇，他有点惊奇。这也难怪他的各种心态，像是把你当成一个宝物、宝箱，他找到了哈。这也难怪这个整个形态的方向蛮吻合的，所以你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美妙的负担，是沉重的，是重的哦，你不是轻轻的，你是重的，然后可是却令人值得探索、令人值得冒险的。那我再看看还有什么？的确是，的确是，再次证明了这一个水能量是平稳的。其实这个澎湃是他自己控制的，并不是被动型的。然后他对你是蛮笃定的，他看着你是没有太大疑惑的。他看着你的这个方向啊，这个直觉感都还蛮准确的。就是说，这个准确是他看得很精准，他看你看得很清晰，只是内在的一个距离感，他还是没办法否定。那个距离感是因为他对你的内在的神秘感跟他的不解，不在他原本的逻辑里所以你在他心境是一个蛮有趣的，是一个蛮有趣的情况啦，蛮像一些探险故事、神话故事，或是一些，因为里面我看到里面有一些骑士海盗、海上的一些争斗。或什么比较，这个心境更像是一种梦境。不过你觉得在他心境里面的一个宝箱，很有趣。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因为水能量一个很稳的，也有一些水花、海浪的声音或什么的，很稳定，没有很嘈杂。连海浪的声音都有好几层，是很清晰的。到沙滩沙，就是也不能说很悠闲，它的冒险感比较多它的刺激感比较多。你在它内在的那个珍贵啊，不像是垂手可得的，又像是随时他要也能够得到，但是必须要付出一般心力。可是这个冒险跟这个旅程，更像是他自己故意的让它丰富起来的。所以其实你算是一个美化他心境世界的人，也算是把他从现实世界抽离的一个角色。所以他很珍惜你，他喜欢你带来的一些奇异点啦，在他生命里目前看起来的一个奇异点，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可能你觉得你自己也没那么特别，可是在他心里有这种丰富性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要反过来看一下自己。如果如果你选了2号的人，你觉得我是个乏味的人，然后为什么看到2号的时候，对方心境是这样？可是会不会是你自己没有挖掘你自己的丰富性呢？或是你看你自己的角度跟他看你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呢？或是他看得懂你，你反而看不懂你自己，这是不是也有可能呢？也许我刚刚说的，他看你还是有一些神秘的东西或什么，这就是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人跟人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要怎么挖掘自己？我们要靠别人的眼睛，要靠我们信任的人和旁边的人。我们有时候耳朵要打开，心要打开去接受别人的欣赏接受这样子的人的存在，然后好好的去接受各种的话语，才会知道说原来我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无论你再多角度看自己，你还是盲目的。怎么说？我们照镜子永远都会用固定的角度照镜子嘛。你会从左侧身照自己，你就会从左侧身先照自己。为什么你不从右侧身先照？
因为左侧身就是让我先舒适嘛。那左侧身的角度或这个角度照了舒服了，你就不会再去看另外一个角度的自己，大概略过一下就好了。那这些就会充满了盲点啊，不是吗？而且我们近距离看、远距离看一个厕所的大小，我们离镜子的距离，都会造成我们对于我们自我认知的一些盲点，因为这个是具体的盲点。我们已经接受够多的自我讯息。一般来说，我们一整天看到自己，我们注意大概就90多都在自己身上，可是都是固定的，没有那么全面。反而是旁边亲近人看到我们的角度更多，他们能够理解我们的肢体语言，所以他们对我们的描绘，也许会比我们的更丰富。我们不一定说更多更深，但是有可能更丰富。就像这一个人，我们先讲到这个人，也许你已经知道这个人他是在你的，你在他心里是重要的。可是我看到他在心里对你的描绘是更加的奇幻，更加的有趣。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好好的宝箱不放在城堡里，不放在路边，或者在沙漠这个稳定的好走的路，为什么要放在海浪上？因为他喜欢你带来的那一份丰富、刺激、不稳定，稳定中的不稳定，可挑战的冒险。不过还是看到一些某些未知，不过这个未知不太像是一种恐惧的未知，反而比较像是你跟他之间造成的那一个距离美感的未知。这个部分可能是你可以挖掘你自己的部分，你要靠他，或是也许你自己知道你的位置，也许你已经利用了这一个位置，这个神秘感在引诱他，我不知道。因为这整副牌里面的某一种未知感，反而比很多更正能量的东西更加的显眼。那个黑色，那个夜晚感，在这副牌里，甚至比阳光还刺眼。对我来说，我觉得你们这份关系里面的关键点在于你的神秘感，就像我刚一开始说的，就像一个还没打开的宝箱，宝箱里的神秘那个丰富性，目前还在他的心里想象着。也许你知道里面是什么，也许你不知道，你要一起打开。但我想这整副牌的心境里的神秘感非常充沛，即使只有2张、1张多的卡就告诉我这个讯息，我甚至不需要再往下翻，我就觉得很有趣。这副牌蛮简单的啦，蛮顺的哈。选到2号牌的，我大概能对你的描述就是这些。我再帮你抽3张牌，再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对于他的描述吧。看他能不能会为你做什么，或是他想做什么。除了心境上的描绘，他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翻3张、4张好了。我来仔细看一下。好，一样啦。再多翻了3张，也只是他对你心中，他对你感受上是，他很多心思都还蛮黏着你的啦。他对你有某一种特别的情感黏腻，就是说他有某一个固定的情绪是只黏着你才会发挥出来的。然后在这个情感的思考中，这个情愫里面，他很少用比较仔细的分析能力或什么的，他只完全靠他当下的感觉去感受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的某些直觉感受的回馈蛮好的，让他能够安心的只靠感觉去感受你。所以我再翻了牌，发现这个水能量真是，这整副牌的水能量真的是多到爆炸。夜晚的水的能量夜晚的水能量这样稀稀疏疏的这样，我甚至觉得这个浪潮、这个浪花都是夜晚里的，而不是一个大白天里的。因为那个日能量、光能量比较少，我看到的，其中在里面流动的，有人类这里又是一个猫头鹰的思考能力。再次提高了他，我觉得再次提高了，我觉得他对你的喜欢充满了一种好奇跟神秘，而且他也甚至不想解开答案，他愿意保持这个距离，让你肆意的在这个神秘里面游玩发挥自我。他不希望你，他也没有觉得你有秘密有什么不好，他反而觉得你越多秘密越多
玩弄反而更吊他胃口，他觉得更舒服，更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我觉得他是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善于想象的人，他也善于享受想象的人，他喜欢在脑袋绘制各种图案啊、图像思考的人所以他还蛮喜欢你这种带来许多隐晦讯号的人，隐晦能量的人，也不是说不正面，而是你的这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看起来蛮多秘密的，然后看起来有很多小心眼，那我不是往负面的地方想，我是往一些比较正面的地方，就是小心眼、小心机、小巧思、小聪明的人，在某些比较木讷或是比较不懂得欣赏这角度的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太难搞了，太难接近了，太多小动作了。可是对于这个人来讲，这个人的脑袋充满了比较多的幻想、幻觉、描绘，故事编排，奇幻思维的人，他却可以把你这个部分思考成是某一种有趣的神秘感，懂吗？这是完全不同的角度哈。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说。就是说那个真相跟那个观感是都不是一起的。我们要思考这个想法一个人他真正的样子跟他给你的观感是两回事好，但是你可以从观感里面慢慢组合出这个人的真相。不过有时候知道一个人的真相没那么有趣啦，我们就跟一个人相处之后，得到很多的讯息，然后慢慢组合这个人，这个过程才有趣而且一个人的真相，一个人的本质，其实常常在变来变去因为他在成长，但他的成长不会跟你交代嘛，所以我们就用一种陪伴的角度，跟在旁边的角度，互相欣赏彼此的各种能量、各种的讯号、各种的破碎组合的这个过程。两个人在一起的快乐就是这样，只是说互相能欣赏这样子的组合方式。如果两个人的破碎组合的方式很雷同，能够互相欣赏，能够互相接受，那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各种变化其实都还算蛮契合的。目前看起来，这副牌里面的我所想象的两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契合度是蛮有趣的啦。好，就这样，希望你听得懂我的诠释选择2号的朋友，祝福你。那接下来是选择第3组牌的朋友好，牌喜欢就一张一张抽出来。来，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它的基本能量这不错他现在正在一个很好的转换期而且这个转换期是一种舒适感很重的，所以我在想他这个人的心境可能也跟之前不太相同，所以你在他心里的感觉，目前在这个阶段里也有一些转换，但是算是一种进阶的转换。然后今天的盘很多都是往这个能量去，我在想可能我的个人的心境也受了一些影响。来，我再看2张牌。好的，很好。他其实算是从一个蛮好的思维困境之中把自己解救出来了。现在牌这样子看好了，看不到。好，其实他现在才刚从一个还不错的思维困境中把自己解救出来，他现在有一种对生活跟各方面有一种新的理解所以我在想，他这个全新的心境的构筑也算是更扎实一点，比较没有梦幻一点会更具体一点。我的具体一点就是说，如果是有建筑物，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有完整的建筑，它不是一个可能空的摸的手会穿透的那种建筑物。它的心境是一种比较具体、有生活感的东西。然后目前看到的，他这个人本来就是比较务实啦，想事情比较单纯，比较喜欢有感官上能够确实接触的心灵层面的东西，他比较不擅长但是除此之外，他其他的事情都做得还蛮好的，算是一个蛮稳定能量的人。来看一下第一招你在他心里的情况的确跟前面是吻合的。他连想象你在他心里的存在，都是用一种比较保守的心态去想象你。他没有把你想象的太浮华，他也没有把你想象的太美化、太过头、太童话、太电影、太 drama、太
就是那个方向，他没有，他把你想象的是一种扎扎实实会在生活中出现的一个稳定的人，一个好交谈的人，能够就是很稳定、安静、不嘈杂的那一种能量在他心里。来，再看2张，的确，而且这个想象里是他经过缜密思维你的存在感之后所构筑出来的情感的流动，用一种情绪的随意的把你在他心里的那个，在他心境里面的那个样子没有，一切都是他仔细思考一点一滴从各种模组里面、各种样子里面组合而成一个现在在他心里一个完整的不错的形象。该怎么说？如果是组合出来的玩具的话，我想他应该已经把它组合成非常完美。就是说有棱有角的东西，也把它组合成一种有流线型的东西；方块也可以，他也把它组合成一种很流线的球体，大概是这样子。好，来再看看，的确都还是属于很稳定的，思考的啦。就是说，他现在这一个人，他在心里构筑的你的那个样子，都不是随意的。就是说，他不是拿颜料用泼的，他不是那种抽象画用泼的，然后泼出什么样子，一切都靠情绪、靠情感去把画面构筑起来。没有，他很像是他在心里描绘你的样子，是用尺规、圆规、尺规一些工具、制图工具建筑出来的一些直线，各种直线有很高级的透视，或是什么这样构筑一个形象，你在他心里。很完整、很精致，可是都不是随意乱画的，都不是凭感觉、凭直觉弄的，都是凭他的经验、丰富度来创造出他精准的直觉，而不是情绪的直觉。你懂这个差别吗？好，我再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出现。我继续来描绘你在他心境里的样子。开始出现了一些热闹的气氛了。在他心里，你在他心里有一种他把你描绘的样子，有的时候把你描绘的比较不稳定，就是说他把某一些对于未来的一些突破。跟一些未来的挑战性，为一些他不敢做的事情投射在你身上，也就是说，你的存在有启发他一些他原本自我设限的东西。可能你的人的个性各个方面跟他的这个个性确实是有所冲突，或者差异很大，但他懂得欣赏你跟他的这个差异。你的某些灵活，你的某些行为举止的一些跳跃性、跳动性、浮动性。原本在他的思维里可能不太能接受，但是因为你的出现，他开始被开窍出，他愿意试看看这种比较乱数型的、比较高变数型的能量，在他的想象里，在他的心境里。可是这里也只是处于在他心境里的一个想象哦。你在他的心境里，他能够接受你的这个不稳定，但是他可能在其他生活中，他可能要求比较高，他可能没办法接受。但是他让你有这一个特权，在他心境里是有这个情况出现。然后，因为他发现你的这个不稳定跟这个变动性，有制造了他的内在内心的一个丰富度，一个多出来的选项。而那个选项呢，很吸引他，原本不在他原本的规范里的选项，但是那个选项在他心里很吸引他，他愿意选看看。不知道结果是如何，但他在选的过程跟思考，你带给他的一个多样性，让他觉得快乐哦。这是他在心境里对你的描绘是这样。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他一点一点的在把这一个思维啊，这一种想象，在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成为他一个自己个人的游戏，而且他对于你这个刺激感哈，一点一点小小的能量的刺激感，你在他心里玩了蛮久的啦。这个我要怎么形容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他算是一个很缜密思考的，很事情都是按部就班的，他不希望我们
有点失控的状态下，他是一个这样子要求自己的人，可是他把你放在他的心境里的时候，他却让你成为一种，先形容像是一张纸，就是说，我先把你形容成一张有他的答案的，有写着他的答案的纸，就是他想要某些东西的答案，然后就写在你这张纸上。可是你这张纸在他的心境里，像是被风吹来吹去，飘来飘去，他怎么跳啊，怎么追都追不到这张纸。可是他要的答案就在这张纸里，可是他也没有尽全力去追你这一张纸，在他的心境里飘来飘去。他有时候会坐着欣赏你在他心境里飘来飘去的这一个有趣。他偶尔会看到纸上的答案，他大概看了很多次，他也知道纸上的答案。也就是说，他已经看到了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不稳定，他也知道。你的不稳定是什么样子的性质？就是说，他也知道你的个性、你的各方面跟他有些相差、有些相异、有些冲突，但他很快乐的在他心境里欣赏着你在他心里的这一个存在，大概是这个，我现在能形容的大概是这个东西哈。也就是说，他掌握了他对你的想象，是稳定的，是不太多变化的。然后，可是他喜欢这个变动，在他的心境里安安静静的浮动着，成为他整个稳定生活里面难得的起伏吧，难得的刺激。因为你的人的个性跟各方面，相较于他的存在来说确实是一种很特别的跳跃，懂吗？就像是一个心电图，突然在稳定的规律的心电跳的时候，你偶然的你的存在，就像他那个心电图，突然有一个超多起伏的震动，然后也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会出现，但会非常期待下一次的出现。但是这个跳跃，这个不稳定的震动，其实会蛮对自己的心情、心脏、身体各方面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可是却同时对他带来了一个快乐感，一个快感。他喜欢，他也期待，这是你在他心境所带来的一个特殊点。那再看看，他甚至还更期待你会带来更多样的不同。我觉得他可能对自己蛮有自信的啦，他觉得他的能力各方面，他可以分析出你是什么样子。但是因为你带来的起点，你带来的变化，太不在他预测里，所以他有一点想要更多了。在他的心境里，你的存在感，这也可能代表说，他对于你这一个人的存在跟你的表现，他想要更多了。就是，所以如果你已经知道我说的人是谁，或是你也知道有这个情况，或是类似不知道，我觉得你要保持真我，你不要配合他，你要更像你自己，更发挥你自己的不一样，而且你要听进去某些话是在说不一样的珍贵哈，就是说人跟人要求异，我们不要求同哦。这个人他其实表面上是求同的，他喜欢秩序，喜欢统一，喜欢有些东西是在规矩里，那他其实内心里是求异的。然后你的特殊刚好又吻合在他逻辑里的异，在逻辑里的差异，所以他其实你的存在对他来讲是快乐的，充满刺激的、有趣的、丰富度的、多彩多姿的，增添他的提升他乏味感的，降低他的生活的乏味感。这是我们先看到的这个能量。来，再看还有什么？然后在3张另外一张牌给的。4张好了，3张就够。好，这3张的话，的确，我能找到的共同点就是，的确就像最后一张翻出来的，他其实很期待某些刺激啦。这个刺激有一点 M 型的刺激，因为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对自己的各种权力啊、掌握度、能力各方面都已经掌握得非常好了，所以在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时候，会处于一种比较 M 的状态，这是很正常，因为我们要达到一个平衡。那在这个 M 的状态，并不是说他需要
那种痛楚，或是比较有这种卑微感，不是那种 M 哈，它那个 M 的概念是比较希望被动式的带来某些刺激，有点像被小小的电击这样，它多次的小小电击的那种 M 啊，大概能量只有到这样子，没什么太大的，因为他喜欢次数多，他喜欢内容变化多、次数多、项目多，而不喜欢力道强，他比较喜欢这种变化哈。所以，譬如说，就是生活的一些小巧思，可以多一点小刺激、小惊喜，可以多一点，而不要一种太大的惊喜，对于他的原本所思考的逻辑有太大的转变，他的价值观有太大的差异，不要往那个方向走，找一些在他逻辑里小的小事情的里面的做变化的就可以了。他大概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你在他心里的心境，我大概描绘出来应该是这样了。如果你跟他相处目前是还蛮融洽的，你可以朝这个方向走。那如果现在这个描绘的是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你现在也不知道谁喜欢你或什么的话，我觉得这个牌所带来的契机点就是可能，你现在保持自己的样子，不要为了讨好别人，会让别人喜欢改变你现在原来的样子。你才会吸引到真正你喜欢的人。这个牌所给的这个讯号是这个哈，OK， 差不多，这个牌还蛮顺的，有很多我喜欢的样子出现。好，希望学到伤害的朋友，你有听得到我刚刚对于你在他心境里图样的诠释哦，他描绘。OK， 来，现在又到了第4部分的领取好运。好，来，我今天这个牌我连抽3张牌来看看这个动物牌卡里面给的好运是什么哈？就这3张，来看看是什么。都是很不错。这个是 OK， 让我看一下哦。七生是这里带来的好运是说你现在有好几个选项，你可能都可以，该怎么说？你现在心里有想要的东西有好几样哈。然后这里的能量是告诉我说，其实你能够获得的不止一样，意思说你现在的最近你会收获满满，你有一种心想事成的能量正在发生。3张都是很好的牌，而且这个能量强度还蛮大的，所以这段时间，请你勇敢的去争取你想要的东西。大部分都能够获得，目前是都能够获得，你能心想事成，好吗？这就是今天的好运哦。来到了今天的解牌的一个心得分享哦。今天的解牌我觉得都还蛮顺利，都还蛮有趣的，因为今天的题目也算设定的蛮有趣的，就是你在他心里的一个心境的描绘。像这个部分的话，一开始我就没有先设定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我就先把它投射在你心里的想象的那个人哈。然后我看今天就解释3组，我看到的这3组牌里面的心境的描绘都有所差异，非常的不同。有白天的，有夜晚的，有海洋的，有深山的，也有一些比较都会型的，3种都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有兴趣，你3种都可以看，都很有趣。而且你也可以试试看看3种，你去想想3种不同的人，他可能会在你心里描绘出完全不同的样子。我并没有把它设限在是你暗恋的人，或是他喜欢你的人，或是你这个恋爱关系很好的人。但是我在讲牌的时候，其实是会往那里趋于那个方向走去了。毕竟我们频道讲的比较多都是爱情的嘛，哈。我想如果这一集我自己也得到了一些不错的一些想法，就是我翻开牌之前，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的画面可以在我脑海里出现。但是我一翻开的时候，那个讯号跟那个象征性，突然的象征性就一直不断的让我组合成某些故事。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题目的，以后可能会多做，因为我觉得帮你们描绘你们在对方心里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有趣的题目，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题目，因为我们常常在徘徊自己在对方的重要性这一个想法里面有受阻了。然后我们自己的想象力跟我们的感知力如果不够的时候，我们会钻牛角尖的觉知，把事情往对方对我的感觉好不好这种比较低直觉的、低感知的想象力。所以我觉得这种帮你们建构一个比较多图样式的、比较多画面式的东西，我觉得对于你们对于爱情的向往的健康度或是理解度会有所提升，不会拘泥在只是一些简单的词汇里面来去诠释感情。好
我想这个就是这个频道希望能多给予你们的一个方向了，就是我们不是说翻塔罗牌或是翻这些东西，我们帮你把象征性组合起来之后，只是告诉你说你未来要怎么做，或是你的未来只能这么做，不是这个。其实我们是要，我不一定说，只有我是希望能够慢慢帮你们建立出更好的心智、更好的感知、更好的意识，能够面对不同的人生变化。然后只是专注在感情这个部分，我希望你们对感情的面对的强韧度、跟想象力，还有接受度，还有自我心境的培养的广度能够增加之后，我们其实可以欣赏更多的人，也能够接受更多感情上的变化，而不会只是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答案，就是在一起。没在一起，分手，难过，再找下一个。没有，感情不是只有这个层次的，感情是有非常多层次的。就最简单的，从认识变朋友、暧昧、在一起相处、实际的相处、稳定，或是最后有好的结局，结婚或最后分开。光这个层次就这么多，然后中间每一个我们再这样划分起来，每一个阶段不同的层次，每个月、每个礼拜，我们增加了不同的回忆。这些层次都是我们学习感情跟学习相处一个很好的一个旅程啊。当我们得失心太重的时候，我们的控制力跟我们的负能量就会出来，关系当然自然就不会变好。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对于感情的各种想法、各种内在的层次丰富度，还有听了够多的故事，当很多类似的故事或是不好的故事、好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能欣然接受，或是难过之余，能够很快的就健康爬起来。希望你理解我所说的用意。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一起成长。就这样咯，谢谢你们今天来听。